新闻，天大的新闻！听说从国外转回来一个男生，帅得人神共愤，现在人就在油管。所以呢？哎呀，你就陪我去嘛！听说他是一头银发，身材绝佳，8块腹肌。瑶，你就陪我去嘛！现在所有人都去了，快走，快走！走！裴彦泽，我喜欢你，可以和我交往吗？你想做我女朋友啊？想。你就信我的，他老帅了，绝对不吃亏。哎，那银发就是谭彦泽，听说他家是金圈顶级豪门，本人巨野，机车纹身样样不落，刚转来就轰动了整个学校。原来他就是谭彦泽。啊，你放心，我很乖的。那你就做梦吧。谭少最不喜欢的就是乖的，你性格不符合。等等，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看了这么久，现在该交费了。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女朋友。你跟我表白，被我女朋友知道了，又要跟我闹了。这人确定没病吗？谢了。所以，我刚刚被当作挡箭牌了。等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捡起来。你怎么脸红了？没有啊，你看错了。是吗？等我仔细看看。我跟你道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可以道歉。我不接受。一般人听到道歉，不都应该说没关系吗？他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刚刚你就在这边一直偷看我，现在又不小心把我的浴巾弄掉，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呀？谭少，他可能不是对你的人感兴趣，而是对你的身材有执念。哦，你还是个女流氓。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要不接受，我也没办法嘛。行，既然你这么不小心，那就给我赔个新的。什么新的？我的浴巾啊，你都给我弄脏了，就要给我赔个新的。那我拿过去给你洗一下。我赔，我赔。扫下你的码，我把地址发给你。快呀！记得通过啊！记得买纯棉的，谭少敏感肌啊！今天就不该来这个地方。我的天啊，哥哥太刺激了！你居然扒了谭彦泽毛巾，这下你在学校都要出名了。一点也不像这种出名方式的好吧？都赖你。才不赖我。大哥，嫂子来了，你看看。同学，同学，同学，走那么快干嘛？躲不过。谭彦泽，是
讨厌。记得通过好友。已经通过了。我这人从不赖着。谭少，你的脸也有失灵的时候啊，他们怎么好像不买账啊？喂，珊珊。丫丫，我给你准备了一套超绝的辣妹服，机车皮衣超短裙。你等着，我现在去找你。穿辣妹机车装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穿别的行不行？不行，今天是我的生日，必须得听我的。你等着。哦，我。哎，小妞儿，往里边啊！走走走，害羞什么？走吧。走走走，里边，我请客。原来平时不食人间烟火的月神和女神，敢动我姐妹，臭流氓，给我滚呐！你没事吧？我没事，走吧。这是我女朋友，记得通过好友，别想耍赖。洋洋，你爸之前舍命救下的战友谭军的儿子刚从国外回来，也在京北读大学，他叫谭彦泽，他爸想让你们见一面。洋洋，这是你爷爷当年给我的，今天奶奶把它送给你。奶奶，这我不能收，这是做什么？听话，今天去吃饭。咱们家虽不比他们谭家显赫，但也不能让他们小看了我们的洋洋。谢谢奶奶。洋洋来了。我们家彦泽已经回国了，你们俩现在还在一个学校呢。我想，你们俩还没有见过吧？嗯，还没来得及认识呢。没事儿，一会儿你俩就能见到了。哟，这家宴还请外人啊？来都来了，废什么话？找地儿坐吧。不吃了，有外人在，我不喜欢。你给我站住！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吃就是了。你们俩年纪相仿，又在同一所大学，互相认识一下，将来互相有个照应。今后你在学校多照顾照顾洋洋妹妹。妹妹，咋了？比你小1岁，不是你妹妹吗？看来她昨天也是刻意装纯接近我，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更不择手段，都找到我爸妈撑腰。那妹妹，你叫什么名字？黎金漾。黎金漾。你好，黎金漾，我叫谭彦泽，昨天我们见过。啊，你俩见过？那你们俩好好聊啊，我看看你妈的饭菜。我看他俩肯定没问题。你今天怎么穿这么素啊 ？cos 小白花，演给谁看的？我爸妈还是我？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小心思。我对你这种装纯的小绿茶不感兴趣。准备开饭了啊！菜快好了啊，你们都饿了吧？
洋洋，多吃点啊！洋洋，多吃点，多吃点。这个好吃，尝尝这个，尝尝这个，好吃吗？哎，叔叔阿姨，我老二，送洋洋回家，天太晚了，路上不安全。就是，我还有事儿。不用了，谭叔叔，我坐公交回去就行，很方便的。不行，必须送，出现什么问题我找你算账。走吧，小绿茶。那我先回去了。好，路上慢点啊。成了，成了。走个路都这么慢，真是麻烦。不用，我能自己回去，谢谢。成，正好老子的摩托车不坐女人。不用陪了，下午那场戏算你消。下午那场戏，是指我被迫当他女朋友挡掉戏花表白那件事。亮晶晶呀，别想用我父母再来压我，没用。以后咱俩互不相见，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这人怎么又自大还有病啊？所以，那个谭彦泽，就是你之前提过你爸爸战友家的小儿子。你们俩之前还被迫一起吃过相亲饭。只是当时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在游泳场那次是你俩第一次见面。我靠，不行了不行了，这信息太多了，让本宫好好缓缓。快，有没有他朋友圈？拉黑了。啊？为什么？给你们两个买的咖啡。学弟，你不是要去国外参加比赛吗？还没走？啊，马上就要走了。这不是看到你们两个，给你们买2杯咖啡提提神。谢谢学弟。那个，你记得加油。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慢慢聊。哎，沈学弟好像喜欢你。怎么可能？他对谁都很好的。不过说真的，这个沈学弟条件还真不错，你真不考虑下？我呢，在大学阶段没有谈恋爱的打算。现阶段对我最重要来说的是拿下国外交换生名额。哦，那你是不喜欢沈学弟这种温文尔雅的类型喽？那你喜欢什么类型？不会是谭彦泽那种类型吧？不行不行不行，谭彦泽太野了，跟匹脱缰的野马似的，一般人驾驭不了，浑身都是刺儿，谁靠近谁危险，那还是别了，太危险了。不过呢，单论颜值和身材，也确实是没有人可以比的，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本萌。过去坐坐。你刚刚不是说要走吗？你很急，
不急啊，走吧。哎，他们马上过来了，我们要走吗？走。哎，快！等一下，哟，这么巧，我们前天在游泳馆见过，记得吗？一点都不巧，孽缘啊！你们这是要走了是吗？啊，对，我上有老下有小，回家还得做饭吃。什么？你都有孩子了？什么呀？我妹妹不行吗？亲妹妹，怎么了？有意见吗？吓死我了！哦，对，我觉得我们还挺投缘的。现在时间还早，这么早做饭干嘛？我们再聊会儿，怎么样？我们家吃饭吃得早，不行吗？哥哥，你看他，他凶我，这是我21年来第一次被女生动，我的心都碎了。他能对我负责？滚啊！这两个人该不会真是一对吧？难怪谭彦泽对女孩子那么冷酷无情。那个，我们还有事，先走了。哎，同学。挺好玩的。对。哎，同学，长得挺漂亮啊，音乐系的，黎金漾，加个微信呗。不好意思，不太方便。装什么清高啊？还什么音乐系的女神？背地里啊，指不定有多骚呢。欲擒故纵的。哎，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骂什么呢？说他没说你是吧？还想再听一遍？老子说他就是个婊。谁？谭二少，我知道你名声很大，但是不是也太嚣张了？当着这么多人面泼我，是不是得给个理由啊？我用得着给你理由吗？嘴巴太臭，我帮你洗洗，不用谢。还不快滚！否则我见你一次泼你一次。被欺负了不会骂回去啊？你这乖学生装的也是够辛苦的。刚谢谢你。道谢倒是不用，你不如跟我说说，把我拉黑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接的。等一下，谁拉黑谁啊？你很想知道啊？不想，我一点都不想。这人还真是记仇，可能手滑了吧。手滑了？那你的手可真够滑的，正好就滑在了拉黑键上，还那么的准确无误。来，你再给我滑一个。你也说了，不希望我打扰你的生活。我拉黑你，你说还算不上减轻负担吗？那你就拉黑我。行，知道了。这人生气的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是他自己先划清界限的，我照做了，他反而还不高兴。走吧。哎呀，不行了，太累了，甚至连续上一天课都没有这么累了。丫丫，看，10点钟放假，帅哥有2个。哎，我觉得白色衣服不错，可是我看不太清。你帮我去帮我看正脸，如果帅的话，我就鼓起勇气去要微信。丑的话，就当无事发生。白衣服那个，你既然在这看不见，不如直接去。我不去快点，走吧。有什么害怕的？有什么害怕的？没事吧？黎金漾来这碰瓷儿来了。谁碰瓷儿了？
我又不知道你会突然间往后退。嗨，好巧啊！那个，你们也在这打球吗？那个，你们也在这打球啊？对，刚好，要不要一起啊？啊，好，走。看什么啊？刚才还说没力气呢，这会儿跟打了鸡血似的。不疼吧？也没有那么疼。来吧，打不打？打。金阳，你也太虚了吧！这才打了几个球就累了。哎，这该死的羽毛球！这跟羽毛球有关系吗？你天天把自己关到练琴房里面练琴，我告诉你，再这样把自己天天关到练琴房里面，迟早要闷出病来，身体越来越差。那你有什么高见呢？简单，多打球，多运动，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不行，太累了。打不打？打。别动，把手给我。会感到心疼，这次你是否和你有相同感受？你的与众不同的让我心动。Oh baby boy, I think I'm falling in love when I'm looking in your... 打个羽毛球都能晒了，我也不想摔到。疼不疼？你这又点头又摇头，到底是疼还是不疼啊？疼。那个，你自己把裤子撩起来。还逞强？你万一伤到骨头怎么办？以后变成小瘸子。你打个球能摔成这样？我也不想的。还好没伤到骨头，在这等着，我去买消毒的东西。擦吧。你是真够笨的，擦药都不会。我来吧。有这么疼吗？当然有啊，要不我自己来吧。别动。晚风轻悄撞开，星光也落下来，你眨着眼睛耍赖，心瞬间就化开，把温柔都摊开，装进我的口袋，于是我的世界里充满了色彩。我去！这不谭大少爷吗？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啊，你还会整这活呢？你有病啊！好了，
谢谢。不是说好一起双打吗？你们这是……丫丫，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就摔了一下。哎呦，怎么样？严不严重？要不我看看？不用了，我这都已经处理好了。要不要一起去南门吃点东西？我做东。怎么样啊，糖糖公主？免费的我就去呗。哎，你还能去吗？这不是刚伤着，不疼吗？那一起吧。一起。就擦破了点皮，能走。得嘞，那走吧。走。他的微信，一会儿加上。加，必须得加，不然白费了我燕燕的苦心。哎，看不出来啊，你下手挺快啊。我说你丫的不会真喜欢上了吧？你是不是事儿妈？我怎么就事儿妈了？我这是关心兄弟的情感生活，好不好？不用。哎，走走走，快点，干嘛呢？丫丫，来，坐。来，李同学，尝尝这个，是他家店里的招牌，非常好吃。那个，不好意思，我胃不太好，吃不了这个。谢谢啦，付同学。我们样样不吃辣的东西，他肠胃不好，吃了容易不舒服。哦，没关系。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呢，主要是增进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然后还有一个正事，这周5是我生日，组了个局。老规矩啊，你必须得来。然后呢，2位美女，要不要赏个面子，一起来玩玩？我周5刚好没课。那好啊，黎同学呢？我周5有个比赛，可能不能准时到。好，没关系，你比赛重要，对不对？只要你人来了就可以，我们不会那么早开始的。那我比完赛，尽快赶过去。好，那我们把微信加一下啊，方便我发你们位置和包厢。走。哎，好巧，你怎么也在这儿？你糖掉地上了。对，我是挺爱吃糖的啊，没事儿，那个掉了就掉了。你这是什么表情？不是要去比赛了吗？怎么了？像是一副要上刑场的样子。这决赛嘛，有点紧张。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那个，别人一塞我张票，我不来就浪费了。钢琴嘛，挺好的。我还以为你对那些不感兴趣呢。陶冶情操嘛。啊，行。我听生生说你之前是，不，你现在也是摩托车赛车手。这种危险的运动不害怕？怕什么？怕死啊！越怕死，死的就越快。在赛道上呢，我只管油门和弯道，至于观众和对手，那是比赛之后的事情。所以啊，不要把它当做成背负压力的比赛，而是要注重当下。注重当下。我明白了，谢谢你啊，谭彦泽。那我先……等等，加油！谢谢啊。先走了。接下来有请6号选手黎金漾演奏曲目《肖邦》第1钢琴协奏曲。
真的来看比赛了。他天生就属于舞台。人之事，如果来看一眼的吧。哎，金哥，你真不打算找个女朋友好好管你一下？你这天天不是机车就是机车，也没个人约束一下。这女人哪有以前听话？哎，听见没啊？咱们谭爷女朋友就是摩托车。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2位是我们学校的2大才女，黎金漾和江洛生，大家掌声欢迎。你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紧张？还好吧。小比赛怎么样？得了第1名。这么厉害？没想到我们黎同学还挺优秀的啊。来，黎同学，来吃块蛋糕啊！谢谢。来，今天把这份幸运都分给你们，大家自己切着吃啊。谢谢学校。你脸上有东西，这不用站着。晚风轻敲窗台，星光也落下来，你眨着眼睛耍赖，心瞬间就化开，把温柔都摊开，装进我的口袋，于是我的世界里充满了色彩。哎，我是不是也有一条？他只是在撩我吗？那你不帮帮我？我帮你。我脸上是不是也有啊？静静等着诺的花开，诺都会好好坏坏，所有美好光景，我绝对是在撩我。期待。燕泽，喝一杯吧。哦。这样吧，各位，我们玩个游戏吧。好，这样嘴对嘴撕纸条，如果纸条掉了，就得接受惩罚。那就从这开始吧。这小子会啊！你看着他，哇！前面有杆了！愿赌服输啊！
你是选那个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我选真心话。那我来问，江大小姐天不怕地不怕，从小到大，最让你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生日当天，非得拉着样样穿机车辣妹装陪我去酒吧疯，害得他差点被一个醉鬼吃豆腐。样样，对不起。没事儿。他那天差点被人欺负。对不起。没事儿。游戏继续。等一下，让你自己撕你就耍赖？就这么多？Sorry boy, what you really want? 看门就像是你的爱，不欣赏你的大胆害羞，说了那么多希望你。李大小姐输了啊！哎，愿赌服输啊！咱们惩罚就定一个，对，跟你右边的人喝一杯交杯酒。会感到心疼，猜测你是否跟我来吧。同感受。等一下，大交杯。刺激！好，游戏继续啊！我认输。啊，终于逮到燕哥了啊！我不为难你啊，你跟在座的女孩选一个表白啊，不能拒绝啊，拒绝就吹一瓶。表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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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交杯酒也喝了，做我女朋友吧。答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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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他。样样，我有点喝多了，你陪我去趟厕所。来喝喝喝，别管他。接着。分开了。多喝点。不要再吃了。哎，别提那事儿了，刚才是没想起那谁。你喜欢谭彦泽，对吗？你什么意思？就算你喜欢他，他也不会喜欢你。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喜欢的是速度，是激情，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请问你跟我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我只是看在大家都是女生的份上，好心提醒你，他不是你能惹得起的男人。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乖乖做你的好学生吧，别自找委屈。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需要。我喜欢谁，跟谁相处是我的自由，跟你没关系。至于你嘛，喜欢什么样的人，和谁接触，不感兴趣。我和他15岁就认识了，他的每一场比赛我都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能掺和进来，只不过最近闹了点小矛盾罢了。燕子，你出来是来找我的吗？原来是暧昧对象，甚至可能是前女友。那刚才谭彦泽还那样撩我，算什么？故意做戏给这位看，
还是他本就如此，对谁都可以这样漫不经心的动怒。洋洋，你怎么不等我呀？走，继续。我找你干什么？那你是想找谁？找他吗？关你什么事儿？我出来找谁需要向你汇报？谭彦泽，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不信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松手！不要，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你喜欢热烈的生活，喜欢自由，喜欢不被束缚，我也一样。我们都是有共同追求的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你了。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松手！你就不能喜欢我吗？哪怕是一点儿？不能。而且我也不觉得我们合适。谭彦泽，那你喜欢谁？那个黎金英。不关你的事情。我警告你，别来招惹我，更别招惹他，否则下次我可不会这么让他。谭彦泽。没事，15岁喝接着喝，来喝，15、20，快点嘛！怎么就这么点？说了，喝。养鱼呢？李金阳，别傻，他喜欢谁和谁纠缠，跟你有什么关系？瞎操心什么？先管好你自己吧。还在不好意思？这儿的草莓奶昔好喝，尝尝。不用了，谢谢。我不想当他和别人爱丽丝的工具，更不想莫名其妙卷入他们的感情纠葛。这姑娘怎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刚刚明明还好好的。我觉得我们继续玩游戏。你们俩上厕所我给忘了，到你们了。想跑，门儿都没有。谁跑了？那快点吧。我喝酒。哎呀呀，我帮你喝，我自己来。我帮你，自己来。如果你真的打算不闻不问，如果就这样放下我一个人，明天我学着自己消化伤痕，成为更值得懂得被爱的人。黎金耀，不用你管。我不愿相信你是外人，都怪我哇，这可是咱们谭二少主动追求人家，结果人姑娘给拒绝了，怎么回事啊？这是？不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圣上，我有点晕，咱们要不先回去？行，走。哎，大家别怕，吃好喝好算我的啊！我有点事先出去，再见，各位。拜拜。哎，你们要走啊？我送你回去吧。行啊，刚好洋洋也喝多了。行，好，那走吧。就不关我了呗，把我也送回去。行，好，那走吧，走吧。这么大的风你也不关窗户，感冒了怎么办？哎，小心！你躲着我，你躲着我，没有啊？是吗？我还以为你是那种一成不变的三好学生呢。
没想到今天喝酒了，还一连喝了3杯，难不难受？你既然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为什么还来招惹我？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轻浮的人，也不想和你玩什么搞暧昧的把戏，更不想被你当成调情的工具。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是你让我不要打扰你的生活的，我后退了，我躲着你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呢？是不是觉得欺负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好玩？不是，你怎么可以？我回去了，你副作业太生猛了吧，直接射到人家大腿上了。对不起，我没钱。不愧是我堂食，真是可爱。你不过是看他哭得可怜，一时心软罢了。你怎么可能会夸一个女生可爱呢？见鬼！一大早就跑来打篮球，我们谭大公主是在生闷气吗？啊，又不回答我。来吧。不像你啊，这都没打见，有心事儿？再来呗。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李同学吵架了？没有。喂？听说你最近和李金阳走得很近啊？你查他？谈不上查，我只是有见过。你见过？你怎么会认识李金阳？因为他的父亲是李谦。黎谦？她是黎谦的女儿。也就是说，黎金样是谭叔叔救命恩人的女儿，不是你说的心机绿茶女，对不对？她单纯、纯真，骨子里还很坚韧。我之前竟然这样误会她。喜欢就去追，小心被别人抢了啊！谁说我喜欢她？我不喜欢她。你就嘴硬吧。我听江洛生说啊，他每周末晚上都会去图书馆看书。别说我不帮你。江洛生？你是不是喜欢他？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了？你少给我整这没用的！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了？别转移话题。我跟你说啊，女孩子生气都是需要哄的，而且要给她时间去冷静。但是我跟你说，没有什么误会是解不开的，主要是看你这边自己，你想不想，要不要去解开。走，再陪我打2个球。啊。喂，你是不是耍我？耍你？我怎么耍你了？你不是说黎金阳每周末都会来图书馆看书吗？我去，谭彦泽，你真去堵人了，可以啊你！我自己喝咖啡不行？这说明啥？说明你俩可能今天就是时间不对，也可能今天就是不想出门。滚！
学姐请坐。谢谢。不客气。关于公共钢琴索赔报修的事情，我们之前也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解决的。真的吗，学姐？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学姐。不客气。拜拜。李金阳，这么巧？巧吗？我家就在附近。刚刚那个男的是谁啊？你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昨天晚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我有冒犯到你的地方，我道歉。但你既然有了想要接触的人，有了暧昧对象，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才来找你。没什么不明白的。既然你有喜欢的人，那就应该好好对人家，也看得出来，他也很喜欢你。我确实有喜欢的人，看来是真的。但是那个人是你。李金样，做我女朋友吧。啊！你劲还挺大。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子都这么说？怎么可能？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顾惜，他说她是我女朋友，然后你就信了？不然呢？李金样，你是不是笨蛋啊？别人说什么你都信？你才是笨蛋。顾惜她不是我女朋友，我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她。我谭彦泽从来不玩跟女生暧昧那一套，所以昨天晚上在走廊那一侧的是你。他怎么会知道？我说你为什么躲着我呢？我出来是来找你的，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顾惜就把我拉走了。你不是跟顾惜约好了在那儿见面，而是来找我的。那当然了，他跟我表白，我拒绝了。金阳，有人说，当真爱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暂停下来。虽然这句话很非主流，但当我看到你的时候，世界真的暂停了下来，就像现在这样。我还有事，我先。你刚刚是有亲我了吗？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就是情不自禁。可能是吧。李金样，你离金样竟然会对我情不自禁？雨是漫长路，我陪你走下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算发生过什么了？我什么我？你先亲了我，你要对我负责。怎么负责？朝朝暮暮，最好的安排。我操，太子你真他妈弹了，恭喜！不愧是我家样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佩服，这狗粮我吃了。喂，怎么了？样样，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来学校后山找我。是有什么事？喂，喂，不对啊，
他平时不会用这么正经的语气说话，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我去看看。怎么了？大半夜的，出什么事儿了？不是，谭彦泽，你是……给你试试吧。让你体验一下。知道吗？这是当时速超过300公里时，唯一能听到我呼吸和心跳的地方。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晚风轻敲窗台，星光也落下来，你眨着眼睛，心瞬间就化开。那不是金融系的谭彦泽吗？他竟然有女朋友了。那旁边女生是谁啊？挺漂亮的。应该是音乐系的黎金漾吧？听说她钢琴弹得特别好，是先进的钢琴女神。哎，你们看，她是谁啊？那是他新女朋友。你看她那张脸，那身材，那家世，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女朋友？黎金漾。之前不是有传闻跟复修学长是金童玉女吗？我看呢，他们两个悬着呢。哎呦，这不谭大公主吗？我们谭大公主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之前约了800回就是约不出来，怎么这样啊？现在你别在这放屁，还做兄弟？你别搁这瞎掺和。没有啊，谢谢啊。刚刚为什么松手？好多人看着呢。那又怎么了？我看看。哎呀，我也看看。你的指甲都有缝隙了，应该多补充维生素，知道吗？你看你指甲都有裂缝了，得多吃点维生素，是不是啊？你看你这头发怎么都毛躁了？看看你的头发，都干枯分叉了。哎，得补点维生素。那都是吃狗粮吃的，吃维生素还管啥事儿啊？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啊，我就给你吃狗粮。我跟你说，哎呀，走！我的女朋友，我就是要摸，我就是要摸。好了，好了，好了。你下午有事吗？我要去上课了。走，我送你。啊，你不是自己还有课吗？先送你。好。我到了，快回去，要不然赶不上上课了。下次等我先松手。下课我来接你。好。走。平日里装的一副清高样，背地里不知道怎么讨好男人，就是。你说什么？再跟我说一遍。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说你，少在这多管闲事。你有种再说一遍，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是差你啊！有种你来啊！马上打上课铃了，先走吧。你给我等着，下次再敢胡说八道，绝对让你好看。哼！这什么东西啊？你们谁干的？是不是你们俩干的？干嘛呢？没听见上课吗？
好了，上课。教授，后面座位上被人放了一只死老鼠。这位同学处理一下，然后把椅子擦一下。哎，李金阳，跟我来一下。好。出国名额评选在即，李教授最讨厌学生因为感情耽误正事儿。他这时候跟谭彦泽搞在一起，不是自毁前程吗？就是，你俩还好意思说话啊？李老师，金英啊，首先恭喜你拿到了这次出国的名额，而且呢，这个项目的邀约被咱们学校非常看好，给出了本硕博连读的机会。真的吗，老师？但是最近系里边有些风言风语，说你跟谭彦泽在一起了。我知道这个谭彦泽，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特殊，你们在一起关注度会很高。但是呢，老师希望你能保持住心态，不要被那些杂音所困扰，更不要因感情而耽误了自己最重要的前程和学习。哎，你们说，这黎金样看着冷冷清清的，到底什么手段把谭彦泽拿下的？能有什么手段？长得漂亮呗，男人喜欢这一套。不过我觉得啊，谭彦泽应该谈不长久。5年的异国恋，隔着8个小时的时差，隔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和成长速度，我该怎么平衡好繁重艰难的学业和对一段感情的长久维系？况且，谭彦泽那样耀眼优秀的人，又凭什么要站在原地等我5年？那些情话不是说给我听。我记得我学姐跟我说，黎金样和沈复修好像要一起留学，而且交换生名额早就内定了。真的假的？金童玉女又要一起出国深造，那他勾引谭彦泽干嘛？这操作也太绝了。谭彦泽这种大少爷又谈不长久，沈复修这种才是保底的最佳选择。就是，果然人不可貌相，看着一副清冷小白花的仙女样，没想到背地里手段这么高明，玩的这么花。谁说不是呢？你们说什么呢？我要是再听到你们说李金阳半句谣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平静的跟你们说话了。听懂了吗？喂，阿泽，你在哪儿？赶紧来俱乐部，德国那边赛道临时开放测试时间，今天晚上我们就得飞过去，机票都买好了，2小时后机场见。这么着急今晚吗？废话，年度总决赛前的最后一次测试啊，错过了就没了。你小子不会现在有事吧？天大的事也得放下。我知道了。洋洋，今晚我要去德国测试跑道，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说。我接电话。喂，金阳，你奶奶刚才在新兴公园那边突然心脏病发作，已经送到市医院接受抢救了。什么？心脏病发作了？对，我现在过去。金阳，小心！金阳，你没事吧？怎么样？谭彦泽，你干什么？我干什么？电话不接，消息不回，你问我干什么？谭彦泽，你除了会像疯狗一样打人，你还会干什么？你再给我说一句。你冷静点，冷静点，晚点再跟你解释。我还有事。我到底要冷静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谭彦泽，谭彦泽，你就真的只会动手打人是吗？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金阳。
你们是叶静怡的家属吗？我是孙女，我奶奶她病人的情况很不好，大面积心梗，多器官衰竭。医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希望很渺茫。你们见见最后一面吧。最后一面。你先别激动。奶奶，睁开眼睛看看，洋洋来了。奶奶，你醒一醒啊！你说好看我当钢琴家的，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在呢，我在呢。阿姑，奶奶不想看见我们漂亮的洋洋。不过，奶奶要去看看你爸爸。奶奶，你不许去，你不许走，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里。你说话算数啊！奶奶走后，跟你姑姑去伦敦。我答应你。医生，快救救我奶奶！奶奶，你醒一醒！奶奶！阿泽，下午的测试数据出来了，你的入弯速度比平时慢了0.3秒，出弯加速也不够干脆，怎么回事？因为女朋友？我不是说你啊，感情的事总能有办法解决的。这次比赛，这冠军你拿不到手，你甘心吗？先比赛，让我回去好好跟他谈，行吗？知道了。洋洋，对不起，昨天是我的错，是我失控了，下次绝对不会了。你在京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我回来，我们好好谈谈，好吗？听说你要出国做交换生，我不同意。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出那么远门干嘛？倒不如在乐团找个好工作，再找个人嫁了，这才是你的好归宿。那是奶奶的遗愿，是我的梦想。理想重要还是家人重要？当年你爸爸就是为了梦想，可结果呢？他但凡心里有我有你有这个家，他就不会。你不要在这吵了，你不能这样说他。他是一名军人，他有他的职责和信仰。你以为我不想他陪着我？但他是我的骄傲，他是我心里的英雄。妈，洋洋，
姑姑回来了，有姑姑在不用怕。姑姑带你出国。出国？你带他出国？出国需要一大笔钱，难道你出吗？好，我出就我出。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随便你，到时候你别后悔就行。丫丫，有姑姑在，不用怕。我们走。我还是放不下你。样样不会是那种无缘无故彻底失恋的人，除非是发生了什么他无法面对的事情。可是到底是什么？今天就是总决赛了。李教练说的对，我必须专注。我还是放不下你。中国选手谭彦泽绝对有指头怪，这是中国车手在纽伯格林赛道上的历史性突破，让我们恭喜谭彦泽。看着讯息，闭上眼睛，早安。谭彦泽，就连金杯的天气都好像在挽留我。但是，我不能再等你了。喂，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你在哪儿？我去找你。我要出国了。你要出国了？李金阳，你现在在哪儿？我在家。在家？你等我，我现在就过来找你。我们老地方见，等我。样样，赶紧走吧，要不赶不上飞机了。姑姑，再等我一会儿，我肯定不会赶不上飞机的。你等我一会儿。你说能不能写歌送给你？我还是放不下你，真的可惜，我再也无能为力继续爱你。删除讯息，闭上眼睛，晚安。我的曾经。你最近过得好吗？过得很好，慢慢习惯你不在，放下依赖，慢慢学着释怀。你最近过得你刚刚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谭彦泽，这几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奶奶去世了。就你在校门口打沈学弟之后，我知道你有比赛，比赛很危险，我不敢告诉你。他的遗愿是希望我和姑姑去国外留学，我们就到这儿吧。啊？什么意思？你要跟我分手？我查过了，钢琴表演方向本硕博连读至少要5年。我不同意，5年而已。而且现在通讯还有交通设施这么发达，我有时间可以去看你啊！而且每天晚上我们都可以打视频，寒暑假你也能回来。5年听起来很长，但其实……谭彦泽，5年听起来时间很长，但其实1年……谭彦泽，这次留学呢，是奶奶的遗愿，是我拼尽全力抓住的一次机会，我必须心无旁骛的去完成，不能分心，不能……凭什么？
这对我不公平。我太喜欢你了，以至于变得敏感脆弱，变得失去自我。所以我想变得更好，我想有一天能真正平等的站在你身边。什么意思？我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我开始害怕自己面对困难，害怕做决定，害怕失去你给我的这片舒适区。但是谭彦泽，我不想这样，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依附别人生长的藤蔓。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因为不想依赖我？李清扬，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说了，距离不是问题，时间也不是问题，我可以陪你一起出国，而且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找我，我都可以帮你解决。你只需要心无旁骛的去追寻你自己的梦想就好了。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好吗？5年而已，我等得起。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你可以轻松说出飞过去看我，认为打视频电话就能维系感情。在你的世界里，永远有退路，有选择，有 Plan B。可是我不一样啊，这可能是我人生仅有一次的转折点。我不能辜负奶奶的期待，心安理得的享受这段恋爱，但我也不想你放弃蔡正明白。我不怕他，我不怕。我怕，是我自私自利，只想要前程。我怕你耽误我自己，可以了吗？在我的前程面前，你的心根本不值一提。亚亚，别碰我！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阿泽，滚啊！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黎这样走了，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吗？课也不上了，书也不读了，比赛的事儿也不管了，就成天烂在这儿。不然呢？我能怎么办？开香槟庆祝啊！你能不能振作点，阿泽？要是金样在，他会希望看到你这样吗？我跟你说过了，别提他。阿泽，你能不能不要要死要活的了？你这样金样他就会回来吗？如果是我错了，我还可以去求他，我可以改。可是我们谁都没有错。感情这种事情，有时候也要看天意。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学会尊重他的选择和决定。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可我不想放手。那你想怎么办？跑去伦敦，再把他给拽回来？那不是爱，是自私。那如果我愿意等他呢？5年、10年，或许是更长时间。等待，有时候本就是一种负担。他那种性格，你比我更清楚。他是那种宁愿自己扛下所有，也不愿意成为别人拖累的人。你要等他5年，就等于他欠你5年。这种亏欠感最终会压垮他。爱情如此，人生也是如此。已经，我一定要证明，只要有足够的爱，距离、时间差异都能克服。
我们一定有未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相见。谢谢你这是我女朋友。在我身边的那几年，这交杯酒点喝吧，做我女朋友吧。等我们再遇见。如果想我了，就抬头看看那一片蓝天。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激动，等一下。好，今天呢，李老师也是刚下飞机，所以说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咱们今天只接受3个问题。李老师，这次回国是打算长期发展吗？是的，之后事业重心会放在国内，希望有机会和国内的前辈们学习。听说您和露米娜的合约即将到期，是否考虑续约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在洽谈当中，暂时呢，我们还不方便透露给大家，抱歉啊。那感情方面呢？李老师这么优秀，这么漂亮，有没有正在可发展的对象？暂时还没有考虑。好了好了，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吧，时间也紧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哎呦，我的天哪，今天这人比之前预计的多了1倍呢。我就说吧，你在国内的影响力绝对不输给那流量小明星。那是，我们样姐可是卢米娜乐团最年轻的首席钢琴家，好吗？这颜值和实力都杠杠的。放眼国内，同年龄段的根本没有竞争对手。不至于啊，国内有很多优秀的钢琴家，这些前辈都是我要学习的对象。我说姐，你真是太谦虚了，这样子才有敬畏心嘛，才能让我继续进步。你瞧瞧，你瞧瞧你样姐这觉悟。哎，样姐，你觉得异地恋是难题吗？我不知道。也是，我姐她没谈过恋爱，怎么懂这些？没谈过恋爱吗？不，谈过的，只是那个人已经被我亲手推开5年了。哎，对了，最近这半年你没回来啊？国内的发展势头可猛了。可不是嘛，尤其是万鼎集团这几年呢，几乎占据了国内房产、金融、医药的半壁江山。现在掌舵人是谭家2兄弟，而且呢，万鼎的谭家和华坤集团的倪家还联了姻，直接就是强强联手。联姻？跟哪个千金联姻啊？二小姐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啊也是高学历，据说还特别漂亮。这种豪门家族联姻啊，感不感情的另说，资源整合才是关键。联姻了吗？李景阳，你难过什么？都分开5年了，他过得好不正是你想要的吗？难道还奢望他在原地等你吗？我想妈妈。妈妈在工作呢，过2天就回来了。芝芝乖，抱抱抱。你好呀，芝芝。去叔叔呢。哎呀，小心点，别摔倒了。小叔叔，我想妈妈。又闹觉了是不是？来，妈妈出去拍戏了，过2天就回来陪芝芝，好不好？叔叔、爷爷、奶奶都在呢，叔叔陪芝芝。好。乖死了。嫂子什么时候回来？还没杀青？没呢，下周3。哦，对了，周5晚上你替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吧。什么晚会？一个音乐演奏会，你代表主办方上台致辞，结束以后再一起吃顿饭。不去，随便找个人应付得了呗，是不是啊，芝芝？你确定？非要让我闪亮登场，我直接自己弹得了呗。青年钢琴家李金样今日回国，结束了5年的海外学习和巡演生涯。他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将把事业重心放在国内。据悉，李金样的国内首演定于5月2日，将在京北艺术中心举办。小叔叔疼。
对不起啊，这是叔叔念叨你了。所以周五到底去不去？各位来宾，晚上好，欢迎来到青年钢琴家黎金漾女士的国内首演现场。黎金漾女士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那接下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黎金漾女士。大家好，我是黎金漾。今晚是我回国之后第一场演奏会，感谢各位的莅临和支持。是错觉吧？毕竟这5年来，我的错觉也经常有。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你。太精彩了！感谢李女士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的夜晚。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次演奏会的主办方代表万鼎集团的谭总谭彦泽先生，为李女士献上鲜花。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气场沉稳了许多，不再是当年那个张扬桀骜的少女，但还是他，我会带着笑脸，我爱的那个他，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恭喜你啊，看看李小姐。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谢谢谭总。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姐，你今天状态超好。漾漾，主办方说庆功宴在顶楼的宴会厅包厢，叫咱们一起去呢。我不去了，有点累，想早点回去休息。别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并且万鼎集团的谭总他也会去的。他也会去？当然，他可是主办方的代表呢。再说了，你俩应该很早就认识了吧？是做过几个月的校友。校友？你怎么从来没说过啊？这也没什么可讲的，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艾米哥，给我补个妆，晚上的庆功宴我还是去吧。太好了。对，也是多谢2位老师的支持，没有你们呀，我们这个哟，哎呦，来，李老师，我们这边请，来，李老师，我们李老师坐这儿，我们小谭总呢坐这儿，你们年轻人挨着呀，也有话题聊，来，都坐，这边请，来，来，首先呢，我提一杯，祝贺我们李老师的首演圆满成功。另外呢，感谢我们的小谭总今天百忙之中的一个赏光，来，我们共同举杯。来，李老师晚上还有一个采访，他的酒我带了。哟，小谭总这是要做护花使者呀？有人这是心疼了呀？哦，不是，在座各位女士的酒我都带了，大家随意。哎呦喂，小谭总这么绅士，不会是见我们李老师太漂亮了，心动了吧？李制作，你看您这话说的，我们李老师可是单身，又年轻又优秀的表演名家。我看呐，李老师跟我们小谭总非常的登对啊。各位说笑了，谭总
只是绅士风度。对，我只是绅士风度罢了，大家不要拿我们开玩笑了。来，我敬大家一杯。好，来，干杯，干杯！这样我们就开动吧。来，各位，感谢啊。辣的，这才是辣的。我们样样不吃辣的东西，他肠胃不好，吃了容易不舒服。他还记得我胃不好，不能吃辣。那些以为只有自己才记得的细节，原来他都放在心上，日结连阴了。这些关心，或许只是出于礼貌。我以为自己在见他时能保持冷静，可是现在才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看着他对别人笑，看着他离我那么远，我嫉妒的快要发疯。小谭总，我单独敬您一杯，感谢您为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去趟洗手间。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好，我们先开动，我们接着碰杯。来，干杯，干杯！伦敦的景色好看，还是京北的景色好看？都好看。我以为你会说伦敦的好看。谭彦泽，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希望过得怎么样？你希望我过得好吗？我希望吗？当然希望。我比谁都希望他过得好，希望他事业顺利，希望他家庭幸福，希望他还是欣赏我。我希望啊，希望你过得比我好。我过得很好啊，工作顺利，家庭和睦，一切都在正轨上，所以你不必担心我。那就好。李金阳，恭喜你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谢谢，安比还在等我，我先出去了。我刚说的那些话，你信吗？啊，你信吗？别这样行吗？那你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样？难道你想让我泪流满面的跟你说，这5年来我过得一点儿也不开心，我一点都不开心，没有你的日子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吗？还是说你想让我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反正已经粉碎了。5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人。什么意思？你变得不喜欢我了？李清阳，你不喜欢我了？说不喜欢是假的，不喜欢又能怎样？他已经有家庭了。谭总，放手这样不合适。不合适。之前是你亲口告诉我说你喜欢我的。你说你会管我一辈子。你说你会爱我。你别抛下我好吗？我也想你，这5年，我每天都在想你。哎呦我天，我啥也没看见啊！
哎呦，我换个地方抽去。不用了，明哥。啊，送我回去吧。洋洋，想死我了，宝宝，5年了，你终于回来了。我也想你。让我看看，变了，真的变了。变什么了？变得更美，更有魅力了。以前呢是清纯的清冷女神，现在是明艳气质的大美女了。这5年你没白待。你也很美，好不好？更美了。哎，你说说这个和你准新郎官的巴厘岛之旅怎么样？婚纱照拍的好不好看？说起他来我就来气。傅思成那个大木头，看着什么都会，结果连婚纱照都不会拍。谁家拍婚纱照？四肢僵硬，跟个什么似的，气死我！人家可能就是有点紧张嘛。之前你不是还说他有什么婚前焦虑吗？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说正经的，你这次回来跟谭彦泽见过面吗？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还僵着？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听说他不是结婚了吗？还联姻了。什么联姻啊？怎么可能？就算有人想跟他联姻，那也不可能啊！再说了，他天天那副臭脸，都把女孩子吓跑了。况且，他们谭家又不需要联姻这种强强联合啊，毕竟实力摆在那里了。那个华坤集团的2小姐啊，欣然姐啊，欣然，对啊，大明星倪欣然也是倪家集团的2小姐。她呢，早约4年前和谭彦泽的哥哥结婚了，但也不算是联姻。听我们家老傅说呀，他俩从小就是青梅竹马，分分合合好多年，最后就结婚了，感情基础还是很深的。嫂子不是谭彦泽的妻子，那司机说的联姻，所以谭彦泽没结婚？当然没有啦，他没结婚，他还是单身，所以那天在安全通道他说的那些话。哎呀，我看呀，这个谭彦泽这辈子也只能栽在你手里啦。这5年来，身边是一个莺莺燕燕都没有。况且，他如果结婚了，谁当我伴郎啊？伴郎？对啊，你是伴娘，他是伴郎，正好一对，多省心。况且你们当时分开又不是因为感情，只是因为事业发展不同。不过现在你回来啦，也要在国内发展。谭彦泽也单着，我是看出来了，你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要不试一下嘛？哎，好好想想吧，有些人错过了，真就错过了。但是有些人兜兜转转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婚礼定在什么时候？下个月1号。哦，你一定要当我的伴娘好不好？伴郎的位置我已经留出来了。现在到捧花环节，所有单身的朋友到舞台中间集合。新娘要捧花了，哪位朋友可以收到新娘这份爱的传递？想要？想啊。你想要什么？给我花。
你想要的是我啊？要不要玩蒙眼抓人游戏？好！我来说说规则，在场地所有人围成一圈，我们选出2个人，猜拳决定谁蒙眼抓人。被抓到的要表演节目，没被抓到5分钟之内，蒙眼的人也要表演节目。我来给大家当主持和裁判。好。猜拳游戏怎么弄？哎，猜拳吧。要，我右一点，右一点。这儿。哎呀，伴郎不幸被捕，那就有请我们自愿被抓的谭总上台表演吧。好，表演一个，谭总来一个。那我就唱歌吧。哎呀，家人们有福了，谭总可是唱功很好的，虽然封嗓多年，但是功底不在。今天也算是兄弟结婚，再次出山了，大家掌声鼓励。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即使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好想听到你坚持说可是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你走了之后啊，他一直没走出来过。他会经常去你家门口，门锁着，他在台阶上坐着，连续好几个小时。后来他垮了，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抽烟、喝酒、睡觉，半夜就出去飙车，跟不要命似的，连饭都不吃，吃了就吐。一个最不爱喝酒的人，自己染上酒瘾，真怕他哪天突然……我们都想，干脆把他绑到伦敦算了。是我对不起他。感情里的事啊，没有谁对谁错。当时我们都太年轻，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难处。但是现在你回来了，赶紧把他收了，我可不帮你看着他了。来，谭总，走一个。谢谢谭总。是。来，不讨酒不讨酒啊！好，来，走一个，来走。我让你喝这么多，非要喝，非要送你回来。我就要喝酒，你那怎么样？现在、未来，我都要喝。小心，马上到了，坚持一下。密码多少？我给你看吧。你生日。
别走，留下来陪我，好吗？这不是没走吗？你松松手，让我先起来。不要，我一松，你就会不见的。不会不见的。我去给你倒杯水。别走，别骗我。你不会再丢下我的，不会的，这一次不会抛下你。你真的不会再抛下我了吗？你怎么哭了？不会的。所以你不会再骗我了，对吧？不会。梳一个马尾，披起所有伤悲，不许有后悔，在我眼前轮回。这5年，我以为自己足够独立，足够冷静，可以将它妥善安放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然后继续自己的人生。可重逢以来，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眼神交汇，每一次的靠近，都在告诉我，我在乎吗？比想象中更在乎。生生，你觉得，如果我现在去追谭彦泽，怎么样？你终于开窍了，姐妹，怎么样？当然是毫无悬念，他这是被你拿捏的死死的呀，这还用问？你勾勾手指他就过来了。真的吗？我是说，毕竟5年了，而且当初是我，而且当初又是我把他……哎，打住，过去的事都翻篇了。呀，你听我说，这5年，谭彦泽身边干干净净，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放下你。现在你回来了，他那些小心思、那些举动，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现在你回来了，你们俩就差一层窗户纸了，谁捅破不一样？我有话要跟你说。说吧，你要跟我说什么？喝点水吧。谭彦泽，我要追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追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之后我都要追你，我认真的。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追你。听不见。我要追你，听不见吗？你确定吗？确定了。那我可是很难追的。我知道啊。不过，要是你追的话，我可以给你放宽条件。什么条件？那就是不要追到一半不追了，听懂了吗？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追到了一半，不追了呢？
如果你敢追到一半不追，那我就……韩燕子，所以还要追吗？要啊。要什么？要我还是？要你。要谁？要你啊！要谁？悄悄又默默，最好的安排。李清阳，原来你追人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什么方式啊？我叫你，我要你。你闭嘴！你不许再说了。就说，我想说，你要是想追，就好好的追，不要半途而废。在这待着干嘛？想留着过夜啊？韩燕子，喂？醒了？没有，还是很困。开门，我在门口。现在吗？你在我家门口？等一下，我换身衣服，马上来。早饭做多了，吃不下。吃吧，没准备筷子是不是？我早就想到了。等等，吃吧。算了吧，太多了。我刚睡醒，早上吃不了这么多，要不要一起啊？我早就吃过了，乖一点。吃，一大早就跑过来，还这么凶。你追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态度。啊，快吃吧。哦，对，是这样的。认真工作的男人确实有点迷人。认真工作的男人确实有点迷人。对，确实，这个项目，是这样的，有一些难度。够了。这不是也能吃吗？我上班了，乖。不对，我忘了个东西。刚刚那一幕怎么特别像新婚小妻子送丈夫去上班？
收工了没？刚结束。你下班了吗？在你公司楼下。安比哥，小桃，我先下班了。那我赶紧让黄师傅过来接你吧。哦，不用，朋友来接我。安比哥，你有没有觉得样姐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怎么了？就是感觉特别鲜活。以前在伦敦，虽然样姐也超好、超敬业，但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淡淡的，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来热情。但看现在，她眼睛是亮的，整个人就跟发了光一样。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够鲜活，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倒也是。谭彦泽，跑这么快干什么？我又不走，还是说你很想我？确实啊，想快点见他。谭彦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你。真的？当然是真的。证明给我看。最好的安排。走吧，回去给你做好吃的。上车吧。停！尝尝吧。你最近总做饭给我吃，虽然说我都变胖了，是不是因为你？谁说你胖了？亚亚，你一点都不胖。为什么怕胖？怕有法令纹啊？法令纹怎么了？因为我学会了法令纹消失术。来，你凑近，你把手这样，你看啊，先把手这样。恶心！你跟谁学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干什么不喜欢啊？我特意学给你看的。你学点别的吧。你真不喜欢？喜欢，你换一个嘛。这又是什么新招数啊？你知道我了。在伦敦的5年，有没有想我？谭彦泽，谭彦泽，谭彦泽，怎么了？我在呢。在伦敦的这5年里，我每天都很想你。刚去那边的时候，特别难过。奶奶突然去世，陌生的环境，完全不同的语言，还有和你分开。我总是想一伸手就能抱到你，想听你跟我说，没事，我在呢。风也轻轻吹，没关系，我也轻轻吹。对不起啊，我当时那么决绝地抛下你，让你一个人痛苦了那么久。伦敦的天气啊，总是特别烂，下雨啊，还起大雾，不像京北，总是天气很好，阳光很足。因为京北有你在。
它为什么？你说我是太阳啊？什么让我又不断轮回？有时候啊，我自己走在伦敦大街上，空荡荡，一个人都没。看异国他乡的灯火燃起来，总会突然想知道京北的天气怎么样，想问你过得好不好，想问你有没有哪怕就一点点也想过我。想，我每天每分每时每刻我都在想你。我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我想你是不是又练起练到手疼？那5年我过得一点都不好，没有你我过得一点都不好。对不起啊，我当时分手之后，我特别自责，特别后悔，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不要自责，你没有对不起我，而且你现在不是也追到我了吗？你说过的，要爱我一辈子，别骗我。不许再哭了，啊，乖。怎么还哭？你不乖。你不也是？那我不哭了。你怎么还在哭啊？再哭就要接受惩罚了。什么惩罚？亲我一口。亲你？亲哪儿？你想亲哪儿？想亲哪儿？你想亲哪儿？你想亲哪儿？Let's go。宝，姐姐我吃巨资，都有18层人脉关系，终于订到了云顶餐厅今天的位置。云顶餐厅很难抢的，你居然遇到位置了？那当然了，姐姐出马，一个顶俩。快收拾，姐带你化妆换衣服。就吃个饭而已，还得化妆换衣服收拾一下。那当然了，云顶啊，好出片呐！快点，快收拾。嗨。天哪，瑶瑶，你今天太好看了吧！这皮肤，这气色，一看就被爱情滋润的。请我小声。好啦，不说了。今天从早到现在一条信息都没有，这不正常。生生，今天带我去云顶餐厅，真就我们2个吃饭啊？不然呢？还能干啥？可云顶餐厅平时很难约啊，至少提前1个月呢。到了你就知道了，商人自有妙计。好吧。
李金阳，今天是9月19号，从认识到现在，整整5年，一共是1821天，43824个小时。虽然中间我们遗憾的错过了彼此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想说，幸好是上天眷顾，让你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别碰我！让你再一次选择了我。在这个时刻呢，我确定我爱你，我只爱你，最爱你，永远永远爱你。所以，你愿意陪我共度余生吗？我愿意。谭总有老婆喽！哎呦，恭喜啊，谭总，这么容易就把老婆骗到手了？什么叫骗啊？我们2人这是两情相悦。亮亮，我最爱你，我也太最爱你了。我们也爱你呀！最好的安排，继续在